我们现在在 ACC 普渡，超级多，几乎都是各种讲中文的人。这个里面是没有冷气的，然后今天是周六，所以都客满。这里就像美食广场。 然后非常多间店，这感觉很好喝哎！银耳炖雪梨，哇哦，送出去了！买一个什么直接走进去吃好了，不要在这里吃。天哪，这里太热了！他们的豆腐花就是豆浆的一种。然后他们这边还有2楼。 超级热，我没有办法来这里。哎，它2楼只有一个天乐冰室，但今天好像没开。不是没开，是好像就没有了。它就是一个很像港式饮茶的感觉。什么呀？对。来，我们可以吃这个。有2个位置。 里面太热了，所以我们决定点它的这3个招牌3宝，就这3个了。咖椰吐司看起来感觉很单薄，摸起来超级酥，然后还有2颗半熟蛋跟一个海南茶，看起来确实是蛮简单的。喝喝看，海南茶跟拉茶不一样，但感觉它很浓哎。应该是咖啡加了什么吧？哦，巧克力美露，咖啡美露。 很甜吗？但它应该是除了咖啡还有什么？就是我们那天去喝那个吉隆坡的咖啡，就是这种味，甜，很浓郁，但是很甜的味道。吃起来很像饼干。2颗一起。 我剩下最后1口了。比较不会那么腻，但其实这样子吃也蛮好吃的。各位。 我没有办法当一个称职的 YouTuber， 但是我会跟大家分享真实情况。真实情况就是怕热的人，然后一早起来不想吃太多热食的人，可以不用来这里，因为这里真的太热了，外面甚至比里面还要更凉。那你如果就是想要吃传统一点的话，确实还是可以来这边。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动物园，我要去看熊猫了，太开心了！这个是我最期待的行程之一。我们要去看熊猫，他们有超级多动物的，所以这边值得来逛逛。
而且这里很多树，所以它其实没有像市区一样这么的热。不过现在可以看到里面已经都是满满的车子了，感觉里面还是有很多人。我们现在到动物园了，然后我们要来买票。Foreigner 2 174。我们是这个成人，然后88块。耶！入场券。嗨 ，Thank you。啊 ，Thanks。好多种动物哦。最下面这个 Panda 就是我的目的地，然后还有一些老虎、狮子类，还有长颈鹿，各种好多，还有海狮，还有企鹅，对，这边有企鹅，超级特别。然后还有黑熊、棕熊，所以呢，我决定我要往这边走，因为我要去看熊猫，超级开心。而且这边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少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已经在里面了。哦，对，开始看到人。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熊猫？就是因为韩国爱宝家族的关系。给大家看一下，哇，真的有很多东西耶！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容易晒黑。11点09分，我猜熊猫刚吃完东西，它们可能正在准备要睡觉。天哪，那是在动的长颈鹿吗？还是那真的是长颈鹿天哪，长颈鹿！可是只有一只这里只有一只长颈鹿。今天上班的只有他。哦，其他人今天都翘班了。哇，长颈鹿好可爱哟！而且它没有很高感觉啦，有一点远，所以感觉它没很高。好可爱哦！有160吗？没有。好多了那只是不是最大只的爸爸之类的？因为他们大头，然后所以他们就是身头比较重，他们的翅膀都不会碰到水天哪，我们好像在侏罗纪公园哦！哇，这里就是鹤群天哪！Oh my god！ 那个是马来貘吗？哦，是。然后乌鸦还停在它身上，好可爱也太过分了，太可爱了。游泳好可爱哦！好可爱，好可爱！它要站起来了，它要站起来了！啊！他们在甩水，哎呀，还整个泡进去好可爱哦！天哪，他们会闭气！Oh my god！ 他们这些鸵鸟现在才55天的年纪而已，所以它，所以它超级小一只，非常非常小。但它们的水都有一点脏，所以大家小心。可是它还是很可爱，它只有55天的年纪而已。嗨，啊，好可爱哟！好 Q 哦！嗨，拜拜。你如果累的话，还可以搭这个接驳车。
其实他们这个动物跟动物之间的那个距离很短，所以你就不会觉得你好像一直在走路的感觉，这样蛮好的。他们这边动物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我觉得我们很像在侏罗纪探险。这里真的很漂亮，嘿嘿，好可爱哟，小鹿斑比。它现在出生220天，好可爱哦！嘿嘿，嗨，嘿嘿，嗨，嗨，嘿。他说：“往左边看就可以看到我的熊猫了。熊猫馆在右边，右边是犀牛，好大只哦！犀牛、鸵鸟。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好，这边真的很美耶。”长颈鹿，那只是比较大只一点的长颈鹿。哦，它旁边有小孩耶。然后，这一只是斑马。赶快帮你拍，等下照不到，好，这样这里。很好，很好，很好。等一下哦，再来一张。他走过来。哎，这边是白色的。偷拿，好 Q， 没有分享，他在吃东西耶。他小孩在后面，一家人哎。好可爱哦！啊，小猴子在爬。啊！这一栋就是熊猫馆，专门给他们一个馆。但是里面其实也算是有点半室外。这里只能看5分钟。天哪，我们一定要快很准。내 화를 너에게 푸는 내가 너무 싫었어 이기적이야 너도 힘들 텐데 계속 내기만 하고 있어 없어 눈치 넌 못된 거지 노력해도 이겨내지 못한 자존심 사랑스러운 네 잔소리를 내가 잘못 이해해서 미안해 고칠게 입에 달라붙었어 이런 배려해 애교 부리면서 주는 백허그 말고 사과하는 방법을 잘 몰랐어 그래 사랑을 포기한 표정이 굳어있어도 내 곁에 있어주는 너를 보면 너무 미안해 我们决定要离开了。刚刚戴了一下就是手环，然后他戴手环那个地方就已经，就是除了戴手环以外的地方都已经晒黑了。对，但是我现在觉得非常幸福，我已经可以回台湾的感觉。
好开心哦！原来看熊猫睡觉而已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情。我真的要去成都看一大堆熊猫。只是如果你想拍熊猫的照片的话，你可能会需要高清一点的手机或是相机。对，然后要看好它的那个正面的角度。但是熊猫有点算是我们走的这个方向的最里面的那一个馆，所以现在走出去还要一点点时间，但我觉得很值得来。如果你要来动物园的话，建议你们一定要在网络上订票。其实我们这次订票啊，原本可以买到比较优惠的票，因为我们在那个 Klook 上面买套票。就是它有几个景点，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2个景点还是3个景点。那当然，你景点越多的话，它的优惠会越划算。然后我们就选了3个景点，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动物园，但是我们错过预约，就是它需要在前一天就要预约，只能在前一天预约。所以我们昨天要预约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12点多，凌晨12点多，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预约到，然后我们就要花再多一点点的钱来买它这现场票。它这现场的票，成人的话1张是88块马币，所以1个人大约要600块左右。可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如果你想要在这边逛全部的话，你可能会需要3到4个小时。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适合动物居住。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动物园真的非常的棒，我很喜欢。现在在博威年广场，这里附近都是百货公司，非常多观光客。这里很热闹，还有 Uniqlo， 我待会要去 Uniqlo 看一下。这里呢，应该是有很多精品。Coach， 我们想要进去看有没有吃的东西。如果只有专柜的话，我就会离开。这里是不是只有专柜啊？你知道之前台湾这个甜甜圈，在台湾刚上的时候啊，我跟一个学姐去排队，排了4个小时。在信义区的甜甜圈，他们这里有这个咖啡，咖啡 latte ice no sugar yes。我们现在要去买一个马来西亚这边的巧克力品牌，这边非常热闹，这里是他们的美食广场，很香哎，感觉是那种我们高级的美食广场。左边吗？这里的味道真的很香。哦，很像哈瓦士，但是超级便宜耶，一双就是可能200-300就有了，非常多人。但是呢，我主要要买的是这间巧克力店，很多人。非常多人，但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间。它这样一盒都是22.5块，大约170左右。这种更小盒一点，9块钱。也有饼干类型的，榴莲的耶，榴莲的是30块。买回去给我爸、我妈跟一些其他的家人朋友。我已经买好一大袋了，都已经排完队了，你还在挑啊？会不会太慢了？好想回去吃吃看。上面有写蔓越莓干、草莓干、葡萄干、白巧克力，这感觉也很好吃哎。哇。
这上面有这种双子星的，比较有纪念价值。那你如果是自己要吃的话，就会推荐买这种一袋一袋的，它的价格真的是实惠很多。这样一袋是28.9，应该是比盒装的还要再更便宜。不过盒装就很适合送人。我们现在经过一间叫做百盛的店，它看起来很像那种后拉、IKEA 之类的，卖的都是这种家居饰品。这里很像那个魔法部的那个哈利波特魔法部的那个魔法部长的那个标志。马来西亚雨很大雨滴很大啦，不是雨下的很大，雨滴很大。我们现在来逛 Uniqlo 了，现在明明就是算是晴朗的天气，但开始下雨，但感觉可能下一下应该就 OK 了吧？对，我觉得是这样。只是他们这里的红绿灯都要等非常的久。好，我要开始逛街了，而且因为现在马来西亚下雨了，而且下得蛮大的，所以呢，我们要开始 shopping。看，我们现在手上都湿掉了，没关系。好哦，我要开始逛街了。现在是个下雨天，现在雨已经比刚刚还要更小很多了。然后，因为我们刚刚在的地方就是有点像是信义区的感觉，所以又是单行道，所以车子超级多，然后就很多车子都不愿意接，就算提高价格，他们也不愿意接，所以我们就走到一个远一点点的地方搭车。嗨，大家，现在呢是我的最后一个晚上。然后为什么现在有时间可以在这边录影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行程其实是，早上的时候去马来西亚的动物园，然后去看，其实主要是去看熊猫，就到最后发现他们那边超级多动物的，什么很特别的，什么窜狗，然后刺猬，而且刺猬还有黑色刺猬跟白色的刺猬，然后在那个树上会有很多猴子跳来跳去，反正有非常非常多动物。那边其实还蛮值得去的，就是很像一个森林游乐园的感觉。但是因为其实真的超级热，然后我们大约是11点到那边，然后我们是1点的时候离开。非常非常热，那个时候大概是34度左右。但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更多的游客来，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现在很喜欢熊猫的话，那就是真的要大约10点的时候去那边，你才可以看到熊猫早上起床在吃东西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11点到那边，然后到熊猫的那个地方可能已经大约12点多了，那个时候熊猫就在睡觉，非常可爱。那如果人多的话，熊猫里面他们其实是有限，就是你在熊猫馆时间就是只能5分钟，因为他们就是有点算是一个就是有一个通道，对，就是没有很大，然后一边是一只熊猫福娃的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风仪，对，就是一人一边这样。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久一点的话，就是尽量接近早上的时候去，不然下午的时候如果大家就一起去那个地方的话，其实基本上你真的要5分钟就要离开。然后熊猫馆是我们今天去的那个地方唯一一个算是室内有冷气的地方，其他全部都是室外的。因为现在隔壁正在打扫，所以我想说我直接看这个麦克风，这样子应该会比较好。好，然后就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来马来西亚4天3夜我的行李箱带了什么东西。我带了一个26寸的行李箱，然后其实根本就没有带什么东西，基本上最重的东西应该就会是我的伴手礼。然后我也都是用非常多像这种收纳袋，
然后来放各种不同的东西。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出来旅行，然后有很方便的，就是你可以带这种随身包。那这个是一个 set， 就是它里面有沐浴乳、洗发精、润发乳，然后还有身体乳液跟卸妆跟洗脸，其实基本的配备用这一袋就 OK 了。那当然就是如果你的保养品也可以用，就是这种试用包的东西。那保养品的部分呢，这个是积雪草的化妆水，然后安瓶，还有它的乳霜。为什么我会带这一套？第一个是，我原本想说它用完就可以丢；另外一个就是我不知道这边的气候怎么样。那因为我的皮肤本身就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用就是积雪草这一组可能会比较好。那因为我怕这边可能会太热或太干，所以我就也有带这个保湿的这个焕彩安瓶。然后我这2天晚上全部都有敷面膜，觉得面膜非常非常重要。那我还有带这个去角质棉片，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在这边太热，然后或者说流汗，然后上妆之类的，我现在都习惯晚上洗完澡之后，还是会用一次这个化妆棉片，然后最后再上我们的化妆品这样。然后头发部分的话，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他们这边会不会有润发乳，所以刚刚那个旅行组的润发乳就很好用。然后还有这2个头发长的人必备，一定要用，就是蛋白慕斯跟我们的护发油，这2个是必备的。那护发油我也是就是挤一些，然后分装到这一瓶。厨房纸巾非常好用，也不要忘记。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在等那个 Grab 送餐来。口腔的部分呢，我就是带我们的电动牙刷，因为这就超级方便。然后还有小的牙膏，然后我还有带一个刮痧板，因为我怕可能会吃什么比较重口味的宵夜或什么，然后脸就会水肿。但到最后发现，好像比起在台湾吃宵夜，就是好像在这边还好。而且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就是吃宵夜这样。这个原本是我买来要当我的化妆包的，我觉得这个蛮可爱。这个是蔡阿嘎的老婆二伯，他的品牌就是哈哈 baby 的一个化妆包，就是我连那个护照套都是用同一个花色的。那到最后，因为觉得化妆包好像有点太小，所以这个就拿来当我现在在录影的这个新的相机 Pocket 3的一些充电设备，然后还有这个麦克风。对，然后因为我这次录影是第一次用这个 Pocket 3来录影，所以就不知道那个整个画面到底会变怎么样，所以呢就是试试看这样。然后再来是我的化妆包，这次带的东西就也很简单，就是一个防晒，然后还有一个新的韩国版的安瓶气垫、蜜粉、眉笔，我就每天都只用这几样而已。然后身体的防晒我就带星星防晒最大条的这一条，这就是我这一次的行李箱。然后还有一个很可爱吧，这个是我的保健品的袋子，然后这个是我妈妈给我的收纳盒，保健品收纳盒，上面是史努比的。这个里面的东西呢，就是有这个是大陆的沙棘子油，因为我的鱼油吃完了，所以我就吃沙棘子油，然后还有 SCI 的益生菌、叶黄素，然后因为我比较容易胃不舒服，所以我就带螺旋藻，然后还有这个是 B 群，然后你看里面就是其实还很多，就知道其实就是一直都常常忘记吃。然后苦瓜生态我带了2片，另外1片在我的包包里面，然后我还带了几颗的儿童的综合维他命软糖，当然 Hemohim 是一定要的，因为我很怕会在外面感冒之类的。然后我还带了益生菌2000毫克的维他命 C， 还有几包的肠胃宝、诺丽果、蜂胶软糖。这个是我这次的保健品。最后呢，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刚去买的，到现在为止，唯一买的伴手礼就是这个。Burleys 就是马来西亚他们这边的巧克力，反正我就看到什么，然后我觉得还不错，我就抓了。因为反正我妈他们就是也可以拿来送人还是什么的。我们这一次到现在第3天，我们都还没有吃到任何的水果。听司机讲说，他说红毛丹跟山竹现在都不是产季，所以现在其实比较贵。那可能要到下个月
才会是主要的产季，所以其实我们到现在就是我们在路上看到卖水果店，其实很少人在卖山竹，就只有第一天在磁场街有一个卖了红毛丹跟山竹，可是都看起来没有很新鲜，所以我们就也都没有买。磁场街那里真的是不是我会想要再去的地方。就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人种的一个国家，对，所以在磁场街那边几乎都是印度人跟中国人，然后卖着很多那种仿品，什么包包的啦，或是 New Balance 啊，然后或是一些服饰、手表之类的，就是那边很多，几乎每一间店都是长得一样，然后吃的东西也非常非常的少。可是我们就是来之前，我们就是看了很多 YouTuber， 他们都是会在里面介绍像是什么豆花水，就是豆浆。然后还有一个是红石榴汁，然后一个是凉茶，就是都不是像在影片上面看的那样，就是你可以看到我拍的那个画面是就是你一看就知道这边是在卖什么店。然后吃的东西我们到时候也只有买凉茶而已，因为味道非常非常的杂乱，有烟味啊，有汗臭味，然后有体味，然后有厨余味，有垃圾味，就是那边的环境不是我会想要再去第二次的。观光客的话，我觉得以台湾人去那边的话，我觉得也不太会在职场街买什么那样子的商品，可能比较多是西方的游客来这边可能会比较会去买那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毕竟是在台湾的夜市其实就已经有了，所以我觉得是不太会在这个地方买东西的。好，总之呢，就是这个是我第一次买的第一个的伴手礼，就是这个巧克力。然后这个呢，为什么会讲到榴莲，就是因为它这个是榴莲口味，榴莲内馅，然后包牛奶巧克力，对，这个也是牛奶巧克力，只是两个形状是不一样的。然后因为我们都敢吃榴莲，所以就觉得OK 可以买买看。然后小盒的话就比较方便送人，看不太出来这里面有几个。这个是杏仁，外面包的是黑巧克力，对，这个我也有买几盒。然后这个我比较喜欢，所以我买比较多，因为它里面包的是榛果，然后外面是牛奶巧克力，然后它这边的这个图案，这个就是双子星，所以我这个是买了3盒，还买了这个是它里面有3种，就是有榛果、有坚果，然后还有包葡萄干的，然后外面也都是牛奶巧克力。这2个红色的也是牛奶巧克力包坚果，就是它外面的这个建筑物应该是一个什么清真寺之类的。对，然后最后买的唯一一个比较大盒，因为它没有小盒的，这个也是还蛮多人推的。它这个是提拉米苏抹茶，然后里面包坚果的一个口味。对，那其实我在想说这样子买会不会有点买太少？那我这样子买的这些巧克力总共花了155.5块马币，所以就是大概是1100以内这样。对，就大概1000到1100这样。总共有1、2、3、4、5、6、7、8、9，然后2盒榴莲的，然后跟一个抹茶的，就是12样这样。对，然后我们可能晚上的时候会再去吉隆坡塔，因为我们原本有买一个套票。对，但是因为刚刚突然下超大的雨，原本以为好像没有机会可以去吉隆坡塔上面，然后我们就是买了一个类似去那种观景台的一个票，然后还买了一个8点的吉隆坡的夜间的观光巴士。对，那因为现在看外面好像已经慢慢放晴了，所以就还蛮期待今天晚上的观光巴士，就感觉好像在英国坐那种观光巴士的那种感觉，就我很期待。简单跟大家分享我的行李，还有我的伴手礼。对，这一区就都是要放在我行李箱里面的东西。现在要分享一点我的心得，就是这是我第一次来马来西亚，然后因为毕竟就是爱多美跟马来西亚之间也是有很深的连结，所以我都会觉得马来西亚好像跟我很熟悉，然后就是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国家这样。对，然后来了之后，反正我觉得他们交通非常非常方便，而且交通的捷运也都非常的高级，我很喜欢他们的交通。那当然不用讲，我们每天就是
Grab 是一定会搭的。文化跟他们这边的就是多元性，就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不同国家的人，然后你就会比较视野比较打开，就是你看的东西就比较多，所以就觉得这一趟旅行就其实还蛮有趣的。然后而且因为平常在我身边是不会有这么多不同种族的人们，印度人啊、马来人之类的，然后你就会在路上，你就会听到非常多不同口音的英文。其实说真的，很多真的都是听不太懂，然后他们的英文就是会有他们自己的腔调，然后他们也不太会讲中文。就是在我们在吉隆坡这个地方，其实遇到的，假设我们坐了10趟车，大概有7趟车都会是印度的司机，所以就会比较难聊天，但是还是有就是真的很不错的司机，就是蛮好聊的司机。对，所以我们就是在这边用中文的机会也比较少，然后你就会开始练习要用英文，对，然后就从他们讲的话里面去抓出一些关键字，就其实也还是可以沟通啦，对。然后在交通部分上，我们就是我有骑到电动滑板车，然后我们也坐了 Grab 嘛，然后我们还有去坐他们的2种捷运，有点像是快速铁路，然后另外一个是捷运。然后我们明天要到机场，我们会搭机场捷运，就是集捷这样。所以其实大部分这边的交通我们也都搭得差不多了。算是体验蛮多的。如果下一次还要再来马来西亚的话，我们可能会选择其他的城市。然后我知道马来西亚有哪5个城市，槟城、吉隆坡，然后怡保、新山跟马六甲。对，我们也去了马六甲，就是观光客会去的地方。但如果还有下次机会来马来西亚的话，我们应该会选择去槟城看看。然后这趟旅行其实蛮好，我觉得就是自助旅行就是非常的方便惬意。那其实你就是要对任何的事物都有好奇心，就是例如说我们很喜欢我们还去搭了他们的巴士，就是有点像是去他们的转运站，然后去到其他的不同的地方，就这也很有趣。然后因为我们很喜欢就是用那个自助机器。如果你不是自助的人的话，就是你习惯跟团，你就会习惯跟团模式，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人家帮你准备好的。可是我蛮喜欢自助，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解决问题。那我们可能第一次不会用这个自助机器，可是就研究之后就发现说，其实这个机器就蛮好用，就怎样，就是你多花一些时间，可是你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就是喜欢学习很多不同的东西，或者说你本身是一个比较有好奇心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自助还蛮适合你的。对，我自己很喜欢，所以又在期待下次的旅行。对，然后我刚刚用 Grab 订了他们的那种鸡肉卷之类的。然后在旅行中也是会遇到很多其他国家的游客，然后你也会因为这样子所以交到几个朋友，这也是我觉得旅行很有趣的地方，然后也是我们原本没有想象到的一个环节，但是也交了就是新的朋友，就会觉得真的蛮不错的。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是等我们的餐点到，再拍给大家看。好，拜拜。Got this song up inside of me, in a world I don't wanna say, just the same damn thing. What's your height, what's your age, what's the price of your way? And every year we're expected to show all the things that we were able to grow. When you're making half the money but the cost is double. Quiet life of desperation, but it ain't gonna make me too much longer. Been working too hard for this shit to not pop, so we about to get it poppin' now. Quiet life of desperation, so I'ma have to live a little louder. And no, I ain't gonna end up like
like the man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man who got it figured out. I just buy me a new condo, and in the same year I move back home. Guess your 20s ain't as friendly as the place where you were born. And anytime you reach for something, they claim that you need nothing to satisfy your soul, but all the good stuff's bought and sold. Quiet life